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最近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女子在网络爆红，那就是住在纽约名叫桑托斯的26岁女生。她对着镜头哭诉，自己明明拥有良好的就业条件，包括佩斯大学的传播与表演学位，同时还会说3种语言，却连一份最低薪资的工作都找不到。这支影片引发不少同龄网友的共鸣，但也有很多人质疑其真实性。本期影片就要来看看美国年轻人的就业状况，并检视此事件背后有几分真实。美国年轻人是否就业困难？这个问题可以从失业率看起。美国官方2024年1月的数据显示，该国非农就业人数远高过市场预期，失业率则维持在 3.7 个百分点。进一步摊开美国近年的失业率曲线，可看出疫情期间飙高，但很快就回落低位。即使只看青年族群，疫情前后的差距也不大。不过细看地方的失业数据，纽约的年轻人这几年确实比较辛苦。2022年，当地众多产业还没有完全复苏，青年失业率高过全国均值。当年纽约更有过半的年轻劳工从事非全职的工作。到了2023年底，纽约的私部门就业人数增加，而且吸纳较多青年就业人口的休闲行业属于成长组。不过当地仍旧有不少年轻人认为，虽然在纽约找工作不难，但要找到一份好的全职工作并不容易。也难怪有许多网友建议，桑托斯应该要离开纽约，到其他地方谋生。毕竟跟世界各国相比，美国整体就业表现算是相对稳健，疫情前后的失业率也没有显著的增加。然而，当前美国科技业有裁员潮，服务业却在缺工，而且联准会连番升息，却没有拉高失业率。我们可以看出，在平稳的数据之下，美国的劳动市场近年确实发生改变。这个变化可以从高通膨说起。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2022年飙到 9% 的高点，背后原因除了俄乌战争与全球供应链大乱，还有美国庞大的财政刺激政策。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后，封城减少经济活动，拉高美国的失业率。当时政府的做法是提高失业救济金，还放宽领钱的资格。此外，联邦政府进一步发放纾困款项，预估高达90%国民受惠，整体的纾困规模更高达5兆美元。同时量化宽松卷土重来，联准会调降基准利率，货币供应量大增，种种因素将美国的通膨率推到高点，联准会也因此启动升息。理论上来说，升息会冲击到就业市场，因为基准利率上升会间接拉高企业的融资成本，同时让整体景气降温。这么一来，企业会倾向减少聘雇人手，或是展开裁员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也能避免薪水带动物价上涨的通膨螺旋。但理论是一回事，美国却出现例外，该国通膨率明显下降，但失业率却没有增加。以上的状况不只发生在美国，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2023下半年的调查，在通膨下滑的同时，全球17个富裕国家中有一半的失业率没有增加。目前学界对这个现象还没能取得共识，但从疫情到通膨再到升息，却让美国的就业市场同时存在裁员与缺工的情形。2022到23年，美国科技公司在全球裁掉多达50万名员工。2024年1月 ，Meta、亚马逊与微软等近100家科技公司又裁掉2万多人。数据也显示，美国资讯业的就业人数从2022年开始下滑，主因之一就是高利率。科技业高度仰赖外部融资，当投资人意愿下滑，中小型公司便要缩紧人事开销。而对大型企业而言，裁员潮则是过往大规模扩编的后遗症。过去几年矽谷的科技公司因为看好景气热度，扩大招聘人才，导致当前为了满足投资人的期待，透过裁员降低营运成本。不过科技业的裁员潮并没有拉高美国的失业率，原因在于科技业的从业人数占美国总体劳动力不到1%，而且多年以来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滑，自2000年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。虽然一度回稳，但2020年的新冠疫情促使更多中高龄劳工直接退休。时至今日，美国的劳参率依旧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准。至于未来会如何发展，我们参考纽约联准银行的说法，随着婴儿潮世代陆续退休，人口高龄化将带给美国更大的压力，进而拉高对劳力的需求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面对的求职环境跟过往大不相同，那当地人民又是如何看待社会经济的变动？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在2024年初的报道，虽然通膨趋缓，失业率也处在低位，但民众却无法保持乐观。这背后有许多原因。有人对媒体抱怨，
自己过往在饭店工作，但因为疫情而被解雇。之后，他应征到线上健身公司的经理职缺，没想到去年再度丢了工作。不久后，他发现老东家用更低的薪水找人取代他的职缺，而他为了支付搬家、医疗与孩子的教育费用，被迫花洗退休储蓄。不只是白领阶级受到冲击，蓝领阶层虽然近年享受大幅度调薪，但当前薪资成长放缓，利率却仍然保持高位。有受访者对媒体表示，扣除房贷、车贷与其他生活开销，他们的收入所剩无几。这或许能解释为何桑托斯的故事能激发不少人的共鸣，但实际观察美国网友的留言，我们能看到质疑的声音也不在少数。不少人认为他根本是在炒流量，因为现在的美国很少人会直接拿着履历向业主应征工作。一名零售高层表示，他们招募员工的方式很简单，就是在网络上发布职缺，用人事部门检查履历，反观直接上门应征工作的做法，反而会让业主感到困扰。在众多讨论中，有许多人提及美国的年轻求职者正面临两大问题：世代隔阂以及学历贬值。近期美国有一份针对800位公司高管的调查，结果有将近40%的主管表示不愿意聘雇应届的大学毕业生，他们宁愿多花点钱找来有社会历练的员工。其中有20%受访者在面试时赫然发现对方竟有爸妈陪同应试，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受试者不配合公司的要求。至于最关键的谈薪，有相当多的毕业生一开口就提出不合理的薪资要求，让双方很快就谈不下去。然而，对许多青年族群而言，这些指控不见得公平。在他们眼中，不合理的是这个世界、这个体制。首次面对资方，年轻人确实多了几分理想色彩。至于学历贬值，美国社会老早就在讨论这个议题。由于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，过去不用高等学历文凭的工作也开始要求学位证明，这进一步导致2个负面影响。首先是把教育程度较低的族群挤到人才供应链的最下游。第二，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不便宜，过高的学历门槛会让人们过度看重所选科系的投报率，使得就业分布更趋极端。有美国求职网站2022年曾做过调查，发现受访的1500多名美国大学毕业生最后悔念过的科系依序是新闻与社会学。反观选择资讯科学、犯罪学与工程学的学生，他们的满意度却最高。总结来说，桑托斯的故事可能有炒作的成分，但也点出美国青年就业的复杂现象。不过他最终因为影片爆红，得到商业合作的机会，或许这也是社群时代的缩影。好了，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 IG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